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雾川县的龙潭古寨，这里呢是一个4A 级的这个古寨子。外面呢咱们就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寨子的核心部分，也就是说最古老的部分。那么龙潭古寨呢，它有700多年的建寨历史了，也被称为这个阁老之源，也就是最古老的阁老族居住的地方。里面应该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，我们带大家一起进去看一看。这里呢就是龙潭古寨的大朝门啊，这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朝门，可能后来这个加固了啊，看起来呢就现代感比较足一点。但是它上面这些呢，应该是最古老的，好几百年了。那么龙潭古寨里面呢，它主要都是这个木质的建筑，包括一些三合头的这个木质建筑。有四合院，那么还有这种全部是石头砌的这种巷道啊，看起来这种古朴感十足，非常的漂亮。这边呢就是一个两边石墙砌起来的一个巷道啊，那么里面左边右边呢，他们都是有房子的，可能这个石头巷道呢，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建造的这种讲究吧。那么今天就要来带你们看一看龙潭古寨建寨700年了，最古老的房子是什么样的。哇，确实不太一样哈。那么走到这个房子跟前呢，你看它的这个院墙啊，都是高高的垒起，看到没有？整个房子的这个周围啊，都是这样的高石墙啊，垒起来的。那我们走到这个墙边上，我们会看到这里有2个孔洞，大家注意看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墙啊，它目测呢有3米多高啊，3米多高，但是呢它可能以前有可能还不止这么高啊。像这些地方的话就垮了一些缺口。你像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是向外眺望的一个孔洞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房子，所有的房子的这个围墙啊，它都没有这个围墙建得高，这个比较不一样哈，真的不一样哈。它这个最古老的房子还是不一样。这边呢是一道进寨子的门啊，这上面呢写有一些文字啊，你们可以看看。那我们进寨门来看看吧。哇，这就是阁老族最古老的房子，我们进来看一看。那么它这边呢有一个，刚才有一个眺望的一个孔洞，我们到这儿看一看它这个地方是怎么建造的。你看这个墙啊，它都是建的这个双墙，这个整个墙的厚度都是差不多1.5米到2米啊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结实。这个地方你看，我们从外面看进来的时候，发现怎么这么单薄，但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全部有附墙，只是这个地方呢留了一个孔洞啊。我们这人呢正好可以从这个孔洞呢向外进行观察。如果说外面有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，都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往外看的。我感觉呢，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土匪盛行的时代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除了是一个眺望孔之外呢，它有可能还是一个射击孔。你看我们外墙看着就很高，它这个内墙的话就稍微矮一点。这个房子啊，就是龙潭古寨这边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啊，也不能说它最古老，应该是之一。我感觉太牛了哈，几百年前就有这么好的工艺，特别牛叉。700年前是什么年代？哎，老人家吃饭没到？没有啊。哦，这里就是担保哈。这个是阁老族最古老的这个房子之一吗？啊。那你贵姓啊？姓申。姓申。那你是这个寨子的，就是这个寨子的后人吗？哦，我们就是。你们就是主人。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呀？几百年了，大概几百年？
台湾那边他是有700多年，700多年。看那个人有花纹，都有700多年。哦，说了700多年就是这个房子哈。我让你们呢？我啊，我正义呢。嗯，没来过啊？没来过，第一次啊。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吗？啊？你一个人在家吗？有孙子。哦，有孙子在家哈。你们是最早来这点的吗？就是你们家族的话。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，祖祖辈辈都在这里。祖祖辈辈都来这里，就是爷子都来这里。就是其他的房子的这个院墙啊，都没得那么高的，你这个房子那么高。过去有土肥的墙哦。哦，主要是防土肥哈。像外面那些空的话，主要是往外面看设计那些是吧？是站岗哦。过去一般人都有站岗放射啊。直接有人在里面站岗。那时候你们的家族应该还挺强大哈。我们祖祖辈辈他是做朱砂生意啊，他的是。做朱砂生意。那个东西是不是以前很值钱？以前值钱啊。哦。解放的就是那，所以站岗放射也解放人都挺地主啊，这些，没用后时候不有噻。就是帮你们站岗的人后来都是地主。解放人都是地主的。刚才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嘛，他们这个房子呢，就是有700多年了。那他是怎么确定有700多年呢？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哈。说是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窗花雕花的人来看了这样的花纹呢，来确定的，可能有700多年了。我也不懂这个，反正这个房子呢，看去确实是非常古老。你们要想一下哈，700年前能够修这样的房子，那绝对是大家族。那么这个叔叔也讲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他们是做这个朱砂生意的，也就是祖上是做朱砂生意的，叫他们去当县长，他都不愿意去当，来做这个，一直要在这个家里做这个生意。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生意多赚钱，就是帮他们站岗啊，在这里放哨站岗的，就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呢站岗防土匪。这些人后来都什么？站岗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地主，你可以想象一下。多有钱啊！那个时候真的是富豪。在700年前，很多人都还在住窑子、住山洞的情况下，你看他们就有了这么大的一个3合院、4合院的这个房子，太牛了，而且是2层的。700年前是什么概念，朋友们？元朝。元朝距今的话就是700年前。当然，这些院落、这些很多东西呢，可能是明清时期慢慢的加建的，但是它这里面呢，一定能够找到700年前，就是元朝时期的一些古老的东西。毕竟这个地方呢，被称作阁老之源，也就是说，最早的阁老族呢，它就起源于龙潭古寨这个地方。大千世界呀，无奇不有。大家好，我是泰哥。今天呢，我是来到了遵义市凤冈县和雾川县的交界处。在这个大山深处啊，我们发现一个天然形成的自然奇观。看到我身后这一吨石头没有？目测呀，它的重量可能达到10吨重。当地的百姓呢，称这个为风动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风吹的大了一点啊，这个石头呢都会动，随风而动，左右摇摆。所以呢，他们把它称风动石。据说呀，一个成年人啊，能够轻轻松松的把这吨石头呢，把它弄动起来啊，非常的神奇。今天呢，大家就跟着泰哥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，我们能不能把它推动啊？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呢，我们会发现这一吨石头啊是非常的大的，它的下方呢是非常纤细的，但是上方呢就非常的巨大。我们来到这个侧面，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是吧？下方呢，就是这个位置呢，有一个石头给它垫住，它整个上方呢其实是悬空的，看起来呢就是摇摇欲坠啊，
它就感觉随时都可以向左右倒去。但是呢，它在这个地方的屹立呢，已经是上千年，甚至说上亿年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奇妙啊！我们从这个视角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还是有一些奇特的点的。你看前方这里哈，它就像一个人脸，对吗？这个位置啊，这里还是一个鹰钩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方这里，这个位置是不是像一个猩猩的脸？而这个位置呢，像一个猿人的脸。而这个外面这个形象呢，就像一个现代人的这个脸，鹰钩鼻嘛，只是上面的头部呢没有，是不是？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我这个视角是不是比较刁钻？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下方，哇，这些地方呢，有一些缝隙哈，这些地方你看到没有？这些地方有一些缝隙，而这个石头啊，我怎么感觉像是那种泥沙结构一样的？你看，都是这种颗粒状的，这个石头都是颗粒状的。这边呢是一层一层的，这里是2层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。我们从底部看一下，是吧？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。我总是感觉它有点这个摇摇欲坠的感觉哈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方，耶，这里怎么有个马蜂啊？你看这个下方，它是上面整个重力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，是不是太重了？这里都压了一个缝隙，它整个石头的着力点其实很小。你们看到没有？从这个地方还有缝隙可以看得过去亮，包括前方的也是。你虽然看着它是整个石头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，实际上呢，它中间呢可能是只有2个指头宽的一个位置是靠在石头上的。我们从这边来看哈，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。整个石头它以这个地方为中线，两边呢正好是保持了那种平衡，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。我现在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呢，对比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我的个子是1.8米，对吧？那么我走到这儿呢，差不多就是跟这个一样高哈，稍微比这个高一点点。那么一对比呢，就知道这个石头其实是非常巨大的。那么朋友们呢就非常好奇的是，这个石头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？因为整个周边呢，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啊，只有这个地方呢矗立出来这么一个巨大的石头。我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飞来石，也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风洞石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形状啊，因为数亿年前呢，实际上呢这些山川呢都在这个海底，对吗？那么我看这个石头呢，它也是那种夹杂的泥沙形成的，我不知道形成多少年前哈。我的猜测呢是在数亿年前呀，这个地壳的大运动撞击呢，就把这些地方呢全部撞松了。它这个撞开了之后啊，下边的这些松动的石头啊，经过数万年的这种风化剥蚀，然后慢慢的就底下的这些东西呢，就化成了泥土啊，或者说碎石啊，慢慢的呢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形状。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来推一下哈，这么大的石头，10来吨的石头，我到底能不能推动呢？我们试一下，一只手，哇，动了，是不是动了？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看到动了？我现在是一只手来推的，哇，太神奇了哈！真的是一只手就能把它推动。那我们看到这一吨风洞石呢，确实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啊，非常奇特的一道景观。这种石头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对吗？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石头的这个外边呢，这个位置啊，它有2道非常大的一个缝隙呢，已经差不多裂到顶了，下方呢是直接裂过去的。我个人觉得呢，早晚呢它是有可能掉下来的。不过呢，大家不用担心啊。今天呢，我是中午过来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